欢迎收听《末代天师》第10话凶宅。小江，我打扫院子，你去打扫这茅房啊。这天一大早，七叔的院子里就传出来马四海的声音了。为什么又让我打扫茅房？好臭的！哎呀，你们来之前我打扫好几年了，现在当然也轮到你了呀。兄弟二人早起收拾院子，这小江对马四海安排自己打扫茅房是愤愤不平。大清早就见你们热乎成成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兄弟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小江虽然说话不是特别利索，可也不甘下风。两个人拌嘴声惊动了屋子里的七叔了。师傅，师兄欺负我，让我打扫茅房。兄弟二人不要太过计较，我进一步，我退一步，没什么好吵的。小江一手提着尿桶，一手握着马桶刷，跟着七叔开始告状。这七叔说了几句兄弟之间要相互扶持的话，小东是听得似懂非懂的。师傅每天都要在那个墙边烧香，是拜啥呢？七叔说这话，走到院子的墙根儿，那时候隔壁的房子做间隔的墙。嗨，拜了10几年了，说要超度啥人，这师傅从来不细说呀。墙根下有一个小供桌，这供桌上边有一个香炉。七叔走到近前，点燃了几支香。马四海自打跟着七叔学艺就见七叔是每日的祭拜，至于拜的是人是神，这七叔从来都不肯说呀。七叔像往常一样把这香插进了香炉，可刚起身几支香竟然突然之间断成了几节了。这七叔一见此情节，不由得脸色大变了。四海，快去隔壁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忙回身招呼马四海去隔壁房间看看与往常有什么不同的。这马四海很少见七叔如此的神情紧张，丢下扫帚跑向了门外了。这七叔喊声也惊动了茅房里的小江了。师兄，你去哪儿呀？发生啥事了？小江过了很多非常人的生活，如今终于过上了平常的日子。这一有着风吹草动还是不自觉的神情紧张起来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小江不知道发生啥事了，跟着马四海往外跑。可马四海拉开大门，往外瞅了一眼，就呆立在原地了。哎呀！小江忙跟上前，就见马四海满面通红，两眼发直。师傅，师兄又见到见鬼了！嘘，不要这么大声啊！这副表情小江他见过。马四海在红梦楼见到艳鬼时就是这副表情。这小江以为马四海又见到艳鬼了，大声的叫着七叔：嘘，会被人家听掉的。却被回过神的马四海捂住了嘴，好像生怕这话被门外的人给听到。这小江这时候才瞅见外边有人在搬家呢，正是搬进隔壁的这房子里。哎呦，我说你们可小心点呀，我那可是黄花梨的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呀，你可别跟着添乱了。哎呦，快放下，快放下！几个伙计打扮的人抬箱搬柜的正往这院子里搬家具。一个中年妇人站在一旁指手画脚的，听那意思是护主。妈，我只是想帮点忙。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车后面走了过来，手里捧着一个青花瓷瓶。小江也没见过几回女孩子，看这女孩的样子竟然脸红心跳了起来。四海，愣在那干嘛呢？到底发生啥事了呀？
那女孩留着一个学生头，穿着短衫长裙，一副新派学生打扮。马思海和小新出了大门便没了动静，这七叔呀也跟了过来。这隔壁有人搬过来了，哎呀，真是不知死活呀！马思海说隔壁的房子里有人搬了过来。七叔听了，一把推开马思海就奔了出去。哎，住手！这是凶宅，不能住进去啊！果不其然，几个伙计正往这院子里搬东西，这七叔大喝一声，想拦住他们。哎呦，哪来的小胡子在这胡说八道呢？哎呀，这房子凶得很，住不得呀！话音未落，那女主模样的妇人就叉着腰冲到了七叔眼前了。笑话，老娘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你说凶宅就是凶宅呀！那妇人很是凶悍呐，听七叔说他新买的房子是凶宅，这冲着七叔就开始破口大骂了。妈，你在吵什么呢？哎呦，这小胡子说咱家买的这房子是凶宅。叫骂声啊，把那个女孩给中了过来。轻声问妇人是怎么回事。晚安。听说话呀是母女俩，那妇人气呼呼的把事情跟女孩说了一遍。你好先生，我妈脾气不好，你说这房子有什么不妥吗？那女孩倒不像她母亲那般蛮横，很有礼貌的给七叔行了个礼，问起他那座房子的不妥之处。这是一间凶宅，住进去的人呐都凶多吉少呀。哎呦，那你去给我说说，这房子怎么就是凶宅了？按七叔所说呀，那房子空置了10余来年，期间也有人搬进去过，全是非死即伤呢。那我呀就跟你说说，让你知道厉害。可任凭七叔语重心长，那妇人却并不领情。七叔无奈，只能推门而入，他要把那房子的种种阴邪之处说与那妇人听，免得他们父女啊忘丢了性命。哼，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呀，我饶不了你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我脾气不好，不过他说的话一定不会有错的。这七叔进了院子，妇人骂骂咧咧的也跟了进去。马思海这会儿也追了过来，红着一张脸和那女孩搭起来话了。我妈呀，脾气也不好，没关系的。那女孩并不像是普通的豪门闺秀，见了人呐羞羞怯怯的，而是回头冲着马思海一笑。这笑的马思海呀，这心旷神荡的。我叫杜秋月，是新搬来的，你好。马思海是见了妖魔鬼怪从不发怵啊，如今面对这个女孩，竟然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倒是呀，那女孩大方的伸出一只手，做了自我介绍了。怀居，你评价这么高，还小心什么？小心坏人呢？没事，我不出门的。在下马思海，茅山第72代传人，姑娘有礼了。马思海哪懂这女孩心事的握手问好那一套呀，愣了片刻，双手抱拳，也是自报了家门了。你看上去好紧张啊。马思海动作僵硬，一脸的严肃，惹得杜秋月呀是掩口而笑了。思海，把罗盘拿来。我师父叫我了，我得过去了。马思海长这么大呀，还是第一次接触女孩那般的洋学生，正要继续攀谈呢，被七叔啊叫进了院子里。你往这房上看。七叔正手指着房顶，给那妇人说这房宅的不妥之处。这时值9月，本应该草木旺盛，可这房子却是好枯草黄，全无一点生机呀。草木正旺的季节，那房子不管是房顶还是地上所生的杂草都是枯黄的，
七叔说，那是因为院子里没有生气所致。你再往这脚下看，再看房顶，这七叔又用脚在地上一碾，这脚下土地稀松发黑，一脚下去就踩在这烂泥上，碾出了一个坑。哎呦！那妇人往这坑里一瞅，不由得一声的尖叫呀。那土坑散发出一阵阵的腐臭味，这烂泥里啊，翻滚着各种的蛆虫，看了让人反胃呀。这地下腐气过盛，这蛆虫滋生，屋子里更是蛇虫鼠蚁横行。这样的房子你还敢住吗？哎呀，小胡子，你休拿这些吓我，这房子久了无人住啊，难免有些荒废之象，收拾收拾也就好了呀。七叔说呀，那房子上无生机，下积腐气，活人住在里边根本就承受不了。那妇人惊吓之后，又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嘴脸，执意要住进去。哎呦，你们还愣着干嘛呢？快把东西搬进去呀！七叔还想继续劝说，那妇人却一转身，不再理睬七叔，督促着伙计赶紧搬东西。哎，你让让，别碰到你了。师傅，罗盘拿过来了。七叔被晾到了一边呀，就在这空档，马四海举着罗盘跑了进来。秋叶姑娘，你看这罗盘的指针。站在马四海身后的还有杜秋月。这七叔劝那妇人无果，救人心切，又和杜秋月说起那房子的凶险之处了。七叔将勘探风水的罗盘举到杜秋月的眼前，让他观看。就见那罗盘上的指针忽停忽走，转个不停。这指针怎么一直在那转呢？杜秋月读的是洋血管，从来没见过罗盘这种东西，只是瞅着上面的指针转个不停，有点好奇。这院子里气关不定，生气不足，邪气乱窜呐。住在这里，身体气场势必会受到影响，变得混乱。七叔也看出他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把风水勘诀中关于这宅院气场的讲究给杜秋月呀讲了个解释。就算不被这房子里的厉鬼害了性命，也会受气场，变成这痴傻之辈呀。那宅院之中阴气邪气乱窜，就是没有生气。如果住在里边，必定会受这混乱的气场影响，轻则疯傻，重则暴毙。哎呦，我说你这神棍怎么还不走呀？老娘才不信你那一套呢！你说出这大白天去，老娘也不会一文钱的，让你破解。七叔话还没说完，那妇人又从这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嘴里说着难听的话，往外撵着七叔师徒两个。哎呀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！七叔再三劝说，却换了恶语相向，一赌气拂袖而去，那意思呀就是不管了。弄在那干嘛呢？还不快滚回家去！秋月姑娘，我先走了，有事隔着墙叫我就能听见啊。七叔走出几步，见马四海还在那冲着杜秋月傻笑，这声言色厉的叫马四海赶紧滚回家去。七叔慢走，等我们收拾好了再请您喝茶。马四海虽不情愿，可还是能看出来这眉眼高低的师傅不高兴了，别过了杜秋月，跟上了七叔。那妇人虽然蛮横，杜秋月却是礼貌有加，客客气气的把七叔就送到了门口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呀，离那小长门远点，
一看他们就是神棍，看咱们孤儿寡母的，想骗点好处。还未等七叔走远，那妇人又开始数落起夫。还未等七叔走远，那妇人又开始数落七叔等人，不安好心。哎呀妈，你又来了，他们呢，只是好心提醒一下。相比之下呀，杜秋月更为善解人意，也看得出来七叔绝不是危言耸听。过去收拾卧室，你呀去厨房看看能不能生火做饭啊。这进屋后呀，那妇人说要收拾卧室，让杜秋月去灶间收拾一下，娘俩好做饭。呀！哎呦！杜秋月应声而去，那妇人进到卧室开始整理家事儿，忽然听见厨房传来杜秋月的尖叫声。哎呦，小月呀，你这是咋了？这是，是不是那小长毛又回来偷回来了？那妇人不知道出了啥事儿，拿起一把剪刀直奔厨房。就见杜秋月呀，吓得周身战栗，缓缓的后退呀。不是，妈，你看。妇人走到近前，往杜秋月身前这么一瞅，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就见呐，这厨房灶间的地上、灶上爬了许多的蛇鼠。那些蛇鼠可能是在灶间住得久了，也不惧人，窜上窜下的，让人看着头皮发麻呀。妈，这房子不会真的是不干净，有脏东西吧？别听那老神棍胡说，房子时间久了不住人，难免招惹这蛇虫鼠蚁的，找人清理一下就好了。杜秋月觉得呀，这房子里种种的怪象和七叔说的一般无二，劝说母亲还是先不要住了，哪知那妇人却是铁了心的要住。这妇人做事麻溜，在集市上找了个卖蛇人，把屋子屋外的蛇抓的抓，驱的驱。行了啊，都抓干净了，您可以安心了。又前前后后检查了一遍，没再见到有蛇鼠的痕迹，这才收了钱走人了。这娘俩受了一场的惊吓，加上搬家的劳累，简单做了一些吃食，便睡下了。这天夜里啊，感谢花花。原本天上还挂着一弯圆月，可是半夜却变得阴云密布，大多的月牙都被遮住了。这窗外呼呼的刮起来大风，门窗被吹得呱呱作响，吵醒了熟睡中的杜秋月。他越听啊越害怕，抬起头望着窗外看，就见窗外直挺挺的站立着一个人。妈，你快醒醒！身影一闪即逝，吓得杜秋月赶忙摇醒了熟睡中的妇人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妈，窗外好像有人。杜秋月战战兢兢地说，窗外有人影闪过了。哎呀，哪有什么人影啊？你是不是睡迷糊了？就是刮风了。我真的看到有人。那妇人看了看窗外，除了风声啥都没有。哎呀，好，我呀出去看看啊。杜秋月确信自己没看错呀，这妇人拗不过，只能下床去看一下。可当他把脚伸进地上，并没有踩到鞋子上，而是一脚
湿滑的活物。这妇人大叫一声，缩回床上，娘俩吓得抱成一团。妈，我好怕！哎呀，小月别怕，你要用被子盖到这神身上，我们呢踩着被子出去。这娘俩先是慌作一团，可当妈的护子心切呀，眼瞅着那些蛇就要爬上床了，情急之下想到了一个可以脱困的办法。这妇人呐，把床上的棉被丢到了蛇群上，两个人再踩着棉被跑出了门口。哎呀，小月，快出去！可是那妇人拉开了门，还没往外走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。在门外呀，一截大红罗裙，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悬在空中。再往上看，一个披头散发的红衣女鬼挡在了门前了。原本以为七叔所言皆是危言耸听，却没想到这宅院之中果然藏有厉鬼。